他如果跟你说一点都病吗？他只说会咬就要拔掉。因为病人本身没有意识到那个牙周病严重。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医师，保牙、保龈、保笑容，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。今天我们很开心，跟黄小姐分享一下她的治疗。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诊所？我是看到吴医师的 YouTube， 因为我有一颗牙齿很摇，右边上面，之前一开始来右边上面很摇，它骨头破坏已经几乎90%。然后之前的医师是说那个要拔掉。哦，之前的医师看了几家？他有固定的牙医师，看一家哈。看了几十年，对。那因为他如果跟你说一点都病吗？他只说会咬就要拔掉。可是我应该说，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说我的牙齿这个是牙周病，然后已经到了很严重的阶段。对。他有固定的牙医师，有固定看诊。然后我去洗牙，后来本来半年，病人说叫我3个月去一次，然后我其实还不是很理解是为什么。因为病人本身没有意识到那个牙周病严重，对。可是3个月去洗一次，我觉得我怎么好像牙齿状况越来越糟，就是我的牙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。光洗牙你没有把深层的脏东西清干净啊，状况只会每况愈下。就是没有意识，没有意识。然后医生也没有告知。对，他都跟我说牙周还好，然后我就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后来就是看了影片，因为开始有状况，有状况，然后我是后来我觉得刷牙什么两有个什么声音，奇奇怪怪，是后来才牙齿移动的摇动的声音，自己去发现这个还真的蛮摇，是病人自己发现牙齿会摇，可是医生都没有告知。然后他说只能拔掉，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，我就犹豫了，我就说那过年后再说。然后刚好在过年期间看到吴医师的 YouTube 影片，然后我就原来其实我应该牙周病，对，然后还可能可以保留我原来这颗已经在摇的牙齿，是，所以我就来这边咨询跟治疗这样子然后目前恢复的我觉得很好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因为有意识到牙齿清洁的重要性，所以我现在会很认真的刷牙。这种学生就是很棒的学生啊，因为老师教过之后如果学生不自己做，事实上一半在医师的责任，一半在病人的责任对，所以这样子才能相辅相成，效果才会好。维持的口腔清洁，压菌斑把它清干净，它不会再恶化，甚至流失的骨头都会长回来。然后治疗完之后，因为以前还没治疗前，就是牙龈就是会肿。我以前只是会肿。可是到后来就会出现那个脓包，是牙周脓包。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意识到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状况。对。然后我想说，只要再去让洗牙就好。但是都已经有长脓包了对。医生还是没有告知有牙周病。对，然后反正现在因为就反反复复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现在牙周病治疗之后。状况好很多，就没有再有流血的状况。对，我们是用水雷射帮小姐做深层的清洁。那时候治疗的时候会很痛吗？我觉得有印象吗？就是一点点，也没有说完全没有，但是对了，但是一点点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，可以承受。我们大概分2次嘛，一次左边，一次右边。
一次。啊？他是一次完成，因为他住比较远，他那天是一次完成。那天就是还好，那个小姐她就是帮我排，就是礼拜六，直接先来做。对，因为一次的疗程我们大概都要花2个小时。因为他是报关行业，有时候平常上班刚好遇到礼拜六有看诊，所以我们就排在礼拜六来。然后做治疗那边比较摇的，现在应该也没有那么摇了。而且下排的状况也恢复的蛮不错的。那现在会摇的固定起来之后，我们治疗完是这样舒服很多。对。哦，像门牙的恢复状况也跟以前要好很多了。门牙是最近做。就是你现在做之前跟做之后，基本上都不太会流血了啦，全部都不太会流血。不会啊，对啊，让整个口腔舒服很多。也不会有脓包了，最起码脓包也不会有，流血也不会有。有哪些的改善？你说？刚刚说不会流血，对，不会再有脓包。然后还有就是意识到清洁重要性。那整个口腔的味道嘞？我有一个发现，就是当你把口腔清洁干净，那个感受还不错，清新。我觉得反而现在就是吃完东西没有先去清洁，反而会开始觉得有点焦虑，不舒服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对，已经习惯了。你清洁完口腔之后，那个感觉会非常好。口腔清晰的感觉。我现在就是早上起床会刷牙，晚上，然后一天刷几次？一天吃2餐，刷4次。就是早上起来刷牙，然后我都在家里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再清洁刷牙，然后午餐没有吃，然后晚餐因为在公司吃完了，我会去清洁，但是刷牙睡前会下班回家之后马上刷牙，这样可以。刷完牙之后晚上要睡觉前，因为我有看到吴医师有一个影片有介绍，就是晚上睡觉前刷牙，因为牙膏本身有对含氟，防止蛀牙。对，不要再漱口。对，就是刷完之后把泡泡吐掉就好了，不要再去漱掉。就去睡觉。对。因为睡觉的时候，第一个你不会吃东西，第二个唾液的分泌比较少。对啊，是让整个口腔事实上都恢复很多。对。所以一定要自己好好努力。然后我们有发现呢，做完水雷射之后啊，你看原本骨头流失的非常厉害。这个囊袋有10厘米哦，有1公分10以上，因为刚好全齿。一般牙齿如果是10厘米也是不太可能留下来，因为刚好全齿本来牙齿就比较长，所以它还没破坏到牙根下面。可是我们治疗水雷射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做手术的骨头就已经慢慢的长回来了。骨头就已经长了7、8成回来，不可能长到100%。在没有手术牙周病水雷射治疗之下，实际上骨头是有可能会恢复的。在小姐的状况里面是非常的明显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免去开刀的风险。实际上很多牙周病的治疗，很多医师都会建议做牙周手术，但我们比较不是那种手术派的意思。如果能够用保守不手术的方式把它清干净，像小姐这样子一次把它治疗完，那回去有吃很多药吗？没有。你回去有吃药吗？有开药给你，可是没什么吃，连药都不想吃。事实上，回去大部分的患者是大概1半以上是不需要吃药的。虽然小姐一次就做完全口，事实上也没想象中那么辛苦了没想象中那么痛苦。回去说好痛啊，事实上也都不会了。不会但骨头都长回来了。只有当下一点点，当下一点点。对，一点点感觉，还是可以传授的。对啦，还是我们没有打很深的麻药啦，就是还是会有皮肉痛，还是有一点点感觉。我觉得那一点点应该还 OK 好，这个每个人的感受度都不太一样啦对，所以这个很难讲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口腔健康
要靠自己，一定要刷干净。对，然后一半是医生的责任，一半是自己的责任。对，那小姐之后也有把旧的假牙换漂亮了哈，也有做全瓷冠，把它换新的假牙，哦，也好看很多了，有满意了。好，谢谢分享。好，谢谢分享，拜拜。